今天比较好的一个信息的话是，检方也提出了一审跟二审量刑过轻的这么的一个信息，建议法院这一边从重的话处罚然后建议判处死刑。被告人还是一如既往的说，我父亲的死亡是由于另外一个被害人抱着我父亲往他刀尖上推的。司法鉴定已经有鉴定结果了，在如此铁证面前，他依然是狡辩的。我父亲当时的这个事情，在2004年左右就得到了县市3级的表彰。我父亲当年为救他们家的一条命，把自个的命给搭上，我们家支离破碎的。但是凶手落网了以后，你不能如此的冷漠。2026年2月3日，云南昆明中级人民法院内，一声法锤落下，打破了沉寂，也引发了全网关注。犯罪嫌疑人田永明在前几日刚被二审法院维持死刑缓期2年执行的判决，却在同一天被依法启动再审程序，最终改判死刑立即执行。这种罕见的司法反转在全国范围内都极为少见。而这一切的背后，是一场跨越28年的恩怨纠葛，是一位见义勇为者的无辜惨死，更是一名凶手从未悔改的滔天恶意。今天我们就客观还原案件全貌，解读这场迟到近30年的正义裁决。这起案件的根源要追溯到1996年的一场恶性犯罪。当年时年20岁的田永明潜入哥哥家中，以刀相威胁，对自己的嫂嫂赵某某实施了残忍的强奸行为。罪行败露后，田永明担心事情曝光受到更严厉的惩罚，竟再次持刀企图杀害赵某某以灭口，但最终并未得逞。期间他还另行涉及窝赃相关罪行。随后警方迅速介入调查，收集了确凿的证据，田永明对自己的全部犯罪行为供认不讳。1996年9月10日，法院一审判决其犯强奸罪、故意杀人未遂罪、窝赃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有期徒刑9年。希望这9年的牢狱之苦能让他幡然醒悟，改过自新。然而法律的惩戒并没有唤醒田永明扭曲的心灵，反而在他心里埋下了报复的种子。2002年7月15日，田永明服满9年刑期后刑满释放。出狱后的他没有丝毫愧疚与反思，反而将自己入狱的全部怨气都归咎于曾经被他伤害过并揭发其罪行的嫂嫂赵某某。在他扭曲的认知里，是赵某某的报案毁了他的人生。这份报复的恶念在他心中不断滋生发酵，最终演变成蓄意杀人的歹毒计划。仅仅在出狱4个月后，田永明便迫不及待地启动了他的报复计划。他事先精心准备好一把锋利的尖刀，一直暗中窥探赵某某的行踪，伺机实施报复。2002年11月13日晚8时许，田永明趁夜色掩护，持刀强行闯入赵某某家中。赵某某惊觉险情后，立刻挣脱，逃出家门，大声呼救。田永明则持刀紧随其后，紧追不舍，一心想要再次伤害赵某某，将报复的恶意彻底发泄在他身上。此时37岁的同村村民小组副组长刘明富刚好从地里干完活回家，路过此处时，清晰听到了赵某某凄厉的呼救声，当即意识到情况危急。在村民们的记忆中，刘明富向来热心肠，乐于调解邻里纠纷，遇到不平事时总会挺身而出。面对眼前紧迫的暴行，他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冲上前阻拦田永明，试图制止这场即将发生的伤害。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这一次的见义勇为竟会成为他生命的终点。看到自己的恶行被突然打断，田永明彻底被怒火冲昏了头脑，瞬间变得歇斯底里。刘明富奋力抱住田永明，试图将其制服，夺下他手中的尖刀。恼羞成怒的田永明拼命挣脱阻拦后，转头就将手中的尖刀对准了毫无防备的刘明富，眼神凶狠，下手毫不留情，对着刘明富的胸背部等要害部位连续捅刺，致刘明富颈动脉破裂，鲜血瞬间染红了刘明富的衣服，也染红了现场的地面。刘明富虽奋力反抗，但终究不敌手持凶器的田永明，倒在了血泊中，当场失去了生命体征，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了赵某某逃生的机会。杀害刘明富后，田永明并没有收手，他再次将尖刀对准了吓得浑身发抖的赵某某，
追撵着赵某某在屋内逃窜，连续捅刺其背部、腿部等部位，直到赵某某倒在地上失去反抗能力，田有明才停止了行凶。经后续鉴定，赵某某身受轻伤，虽侥幸保住性命，却也留下了终身无法磨灭的心理阴影和身体创伤。作案后，田有明看着满地的鲜血和一死一伤的场景，深知自己罪孽深重，一旦被抓获，必将受到法律的严惩。为了逃避制裁，他连夜收拾好简单的行李，丢弃了作案凶器，仓皇逃离了家乡，从此开启了近20年的潜逃之路。而刘明富的家人在得知他因为见义勇为而惨遭杀害的消息后，陷入了巨大的悲痛之中。一场跨越近20年，只为追寻正义的漫长征程，也从此正式拉开序幕。2022年，公安机关依托先进的侦查技术，对这起尘封近20年的杀人案重新梳理排查、深挖线索，经过不懈的追查，最终将潜逃19年的田有明成功抓获归案。此时距离刘明富遇害已经过去了整整20年，距离田有明第一次实施强奸犯罪已经过去了26年。当田有明被依法押解回云南时，刘明富的家人痛哭流涕，他们知道等待了大半辈子的正义终于有了眉目。2022年11月，玉溪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开庭审理田有明故意杀人一案。庭审现场，公诉机关出示了大量确凿证据，包括现场勘查笔录、法医鉴定报告、证人证言以及田有明的相关供述，清晰还原了田有明故意杀人的全部过程。结合田有明此前有强奸犯罪前科，刑满释放后短期内再次作案的情节，公诉机关建议法院依法从重处罚。然而，一审法院综合全案情节后作出一审判决，被告人田有明犯故意杀人罪，事实清楚，证据确凿，罪名成立，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这一判决结果瞬间引发了刘明富家人的强烈不满，也让不少关注案件的群众感到意外。刘明富的儿子刘亮刚在父亲遇害时年仅17岁，父亲的离世让他从小失去了依靠，一家人的生活陷入了困境。20多年来，他和家人日夜期盼着凶手能偿命，给父亲一个公道。对于一审死缓判决，刘亮刚表示无法接受。我父亲是为了救人才被田有明残忍杀害的，他见义勇为却落得如此下场，而凶手仅仅被判死缓，这对我父亲太不公平了。一方面，田有明对一审判决不服，认为量刑过重，依法提起上诉。另一方面，刘明富的家人也没有放弃，不断向相关部门反映情况，坚持为死去的亲人讨回公道，期盼法院能依法纠正判决偏差。案件的审理陷入了漫长的等待，这一等便是3年。2025年10月，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依法公开审理此案的上诉请求，启动2审庭审。庭审中，田有明当庭翻供，公然否认自己杀害刘明富的事实，还狡辩称刘明富的死亡是赵某某在混乱中将其推到刀上所致，企图混淆视听，逃避法律制裁。面对铁证如山的证据，田有明的辩解显得苍白无力，全程毫无悔意，也未对受害者家属表达任何歉意与愧疚。最终，2审法院经审理认为，一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证据确凿，适用法律正确，量刑适当，依法驳回田有明的上诉请求，维持一审死缓判决。2审维持的消息传来，刘明富的家人陷入了绝望，他们觉得追寻正义的道路似乎走到了尽头。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反转就在当天发生。2审法院在维持一审判决后，经进一步审查发现，一审判决在量刑上存在明显不当，未能充分考量田有明的累犯情节、主观恶性以及犯罪行为的恶劣程度，遂依法启动再审程序，决定对该案重新审理。这一2审维持加同日再审的操作，虽符合法律规定，却极为罕见，也让这起案件再次成为全网焦点。关于这一司法操作，我们结合法律规定客观解读。根据我国刑事诉讼法，被告人提起上诉后适用上诉不加刑原则，也就是说，2审法院不得加重被告人的刑罚，即便2审法院认为1审判决量刑过轻，也不能直接改判更重的刑罚，只能先维持原判。而再审程序是针对已生效判决裁定中存在的错误，依法进行纠正的特别程序，
不受上诉不加刑原则限制。因此，二审法院维持原判后，依法启动再审，纠正量刑偏差，既是合法合规的，也是司法机关追求公平正义、有错必纠的具体体现。2026年2月3日，该案再审庭审如期举行。再审法院经全面核实案件事实，重新梳理证据链，充分考量田永明的犯罪情节、主观恶性以及社会危害性后，依法作出再审判决，撤销一审、二审判决中对田永明的量刑部分，改判田永明死刑立即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田永明的改判绝非偶然，核心有3大依据：一是情节恶劣，恶性极深，强奸入狱后不思悔改，蓄意报复杀人，致一死一伤，践踏法律与公序良俗；二是系累犯，刑满释放未满5年再犯重罪，人身危险性极大，依法应从重处罚，此前判决未充分考量；三是毫无悔意，潜逃19年，未自首，未赔偿，未道歉，归案后还翻供狡辩，无任何从轻情节。刘明富的儿子刘亮刚坦言，20多年来，家人从未放弃，再审改判那天，终于能告慰父亲英灵，让见义勇为的付出不被辜负。法律从业者也表示，我国坚持少杀慎杀，但绝非重罪轻判。对田永明这类罪犯判处死刑，既是告慰受害者，也是维护法律尊严与社会正义。目前，刘明富家人仍将通过法律途径追究相关人员的民事赔偿责任，不仅是为了获得应有的补偿，更是为了让更多人记住，见义勇为者不应流血又流泪，他们的付出理应得到社会的尊重和保护。28年说长不长，长到足以让一个懵懂少年长成饱经沧桑的中年人；说短不短，短到刘明富家人的每一个日夜都在思念与期盼中煎熬，短到刘明富见义勇为的身影从未在乡亲们的记忆里褪色。刘明富只是一个普通的村民，他没有惊天动地的誓言，只是在听到呼救的那一刻遵从了心底的善良，却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田永明的结局从来都不是一句罪有应得能轻易概括的，那是迟到近30年的告慰，是法律对生命的敬畏，更是对每一份善良的守护。如今法锤落下，尘埃落定，凶手得到了应有的惩罚，刘明富终于得以安息。面对这场跨越28年的正义追寻，你心里又藏着怎样的感慨？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心声，也请关注小薇的频道。接下来我们会一起还原更多真实案件，读懂每一份法理背后的人心与温度。感谢你今天的收看，我是小薇，我们下期再见。感谢大家观看今天的案件解析。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别忘了点赞、订阅小薇说案，打开小铃铛，第一时间获取最新更新。有什么想法或想听的案件，也欢迎在评论区留言，和小薇一起讨论。我们下期再见。